今天来到瑞士的首都伯恩。伯恩古城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定的世界遗产，更是到瑞士旅游重要的景点。请你跟着我的脚步，一起来探索这个古老的城市。现在位置是在伯恩古城区的旅馆里面，旅馆就靠近伯恩古城的孤儿院广场。这栋建筑在18世纪起就是南海孤儿院，也就是现在孤儿院广场的起源。现在是伯恩州警察厅。警察厅前有一个梅雷特·奥本海默喷泉，造型非常的特殊，是一个艺术创作。孤儿院广场就是餐厅林立的地方，平日都还有露天的雅座。这里也有市集，以乳酪、香肠、火腿等农产品居多。现在看到的玉塔在西元1656年就存在，期间不断的翻新，现在看到的是1933年更新后的样貌。这个喷泉以它八角形的底座著名。这里是瑞士联邦宫，是瑞士联邦议会的所在地。这个模型可以让大家看出来，瑞士联邦宫其实占地是非常的广阔。联邦宫旁边是瑞士国家银行，也就是瑞士发行货币与制定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。有一位瑞士的朋友就告诉我，在这个喷泉广场底下就是瑞士红星厨房的地方。走到联邦宫的后面，这里有个公园，可以依照地形由高往下的俯瞰美丽的山景。公园的指标标牌可以对照找出远方的山脉，我们就对照来找出少女峰的位置。这次瑞士行，我是有到少女峰火车站，会在未来跟大家分享。搭乘缆车到下方看看，来到一个住宅社区，整个社区非常的僻静，建筑都很有特色。这里的景随便拍摄都非常的美。准备搭缆车回到联邦宫，经过一处机车停车场，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我们没有见过的高档摩托车。经过几个小巷子，我们来到了伯恩古城的市场街。市场街是伯恩市中心中世纪老城的主要街道之一，长300公尺。伯恩最著名的喷泉是这个16世纪就存在的射手喷泉，一位战士的胯下有一只熊拿着枪瞄准。时钟塔下的纪念品店挤满了人。流年钥匙圈和地名磁铁大概是最受欢迎的。时钟塔建于13世纪初，
迄今800多年，经历了多次的整修。上方时钟显示时间，下方天文钟显示年份、月份、日期、星期、太阳位置与月亮的盈缺。时钟塔及15世纪文成的天文钟是伯恩古城最著名的象征。走过时钟塔就是杂货街，是瑞士伯恩的市中心，是高档购物街。杂货街49号为爱因斯坦1903年到1905年的故居，设有小型的博物馆和纪念馆。除了喷泉外，伯恩建筑有地窖和骑楼的特别设计。因为城市盖在岩盘上，所以会挖地窖来储放葡萄酒和干粮。现在都改建成为餐厅或各式的商店。骑楼的由来是因为伯恩三面环河，市区发展受限，随着居民不断的增加，居民就在路旁的走道上加盖，一家接着一家的盖，最后形成了7公里的长廊。走到伯恩大教堂前广场，摩西喷泉。伯恩大教堂是一座哥德式教堂，教堂用砂岩砌筑，钟楼高达100.6公尺，始建于公元1421年，直到400多年后，1893年后才完工。教堂入口玄关立面是雕刻《最后的审判》，这幅《最后的审判》总共有234个雕像，描绘出最后审判时每个人物的心情和表情，是伯恩大教堂绝佳的重点。16世纪宗教改革后，伯恩大教堂属于新教贵正会。公元1528年清除了圣像，大门上方最后审判雕塑为改教后唯一的保留塑像。彩绘玻璃窗，万骑士。1726年建造的管风琴，在这里买了一个钥匙圈，非常的精致。正义女神喷泉上方是古罗马正义与司法女神苏斯提提亚，雕像的眼罩是个创新，意味着正义应该得到伸张，不分阶级与地位。瑞士最长的阿勒河将整个伯恩市三面环绕。阿勒河畔是整个伯恩最漂亮的景色。阿勒河畔熊公园里面的熊慵懒地在休息。伯恩可称为熊之都，街上到处可见到熊的旗帜、熊的雕刻、熊喷泉。到阿勒河畔的熊公园看熊，更是必要的旅游。走累了，到 Co-op 超市找食物，这里的品项很多，带你来看看。现挤的石榴汁、火腿与香肠、蔬菜沙拉、新鲜的水果优格、各种口味的鲜虾料理、寿司和饺子、
三角饭团。这次入住的旅馆叫做 Stay Cook， 用手机 check in、开房门还有 check out， 非常的方便。这个饭店就在伯恩古城里，离火车站也很近。房间的设施一应俱全，但是空间非常的小。住房没有附早餐，但是有免费的咖啡和水果。有电炉、烤箱、冰箱，供房客做简单的餐食。请您别忘了用订阅与按赞来鼓励我的影片。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